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前面一集我们聊了神经网络的输入，也就是数据。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和神经网络输出相关的另一个话题，评价指标。我们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最终的目的当然是要让这个神经网络完成某些任务，比如说下围棋，识别手写的邮政编码，识别视频里面的汽车，等等等等。显然要评判这个神经网络的好坏，就是要看它对这个任务完成的情况了。于是乎，人们就发明了性能评价指标。顾名思义，这就是用来评判一个神经网络好与坏的。它们有准确率 accuracy、精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 recall 以及 F1 值，也就是 F1 score。当然还有 ROC 曲线、AUC 值等等，这些指标呢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烧脑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好，在解释这些指标之前，我们还需要介绍另外一个概念，混淆矩阵 Confusion Matrix。 这个是什么？让我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专门用来识别 CT 扫描的图像是不是癌症的。在卖给医院之前，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神经网络的性能。我们找来10000张图片，其中2327份的图片是的确有癌症的图片，7673份是正常人的扫描图片。然后我们把这些图片就喂给神经网络，然后神经网络的判决结果如下：2327份的确有癌症的图片里面，有2325张是被神经网络判定为癌症，另外2份被神经网络判定为无癌症，也就是正常。7673份正常人的图片，有6748份被网络判定为正常，另外925份被判定为有癌症。如果画成表格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癌症且被正确的判定为癌症的，我们称之为真阳性 True Positive， 即为 TP， 这个格子里的数字就是2325。有癌症但是被网络判定为无癌症的，我们称之为假阴性 False Negative， 即为 FN， 这个格子里的数字就是2。正常人的图像被网络判定为无癌症的，我们称之为真阴性 True Negative， 这个格子里面的数字就是6748。正常人的图像被网络判定为有癌症的，我们称之为假阳性 False Positive， 即为 FP，这个格子里的数字就是925。那么这个表格整体上看上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2×2的表格，我们把这个表格就称之为混淆矩阵。是不是非常简单呢？当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混淆矩阵，只有阴性和阳性，也就是0和1两个取值。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不是所有的混淆矩阵都是2×2的。如果某个神经网络的功能是分辨10种水果，那么苹果的图片也可能被错误的识别为香蕉、梨子、樱桃等等。那么这个混淆矩阵就是一个10×10的矩阵了。如果某个神经网络的功能是识别全世界所有的动物、植物、真菌，包括单细胞生物，那么这个神经网络的混淆矩阵就会是一个超过100万乘以100万的矩阵了。2×2的混淆矩阵只是一个最简单的特例，当然本集的视频主要是为大家介绍概念，2×2的表格就足够好用了。有了混淆矩阵，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介绍各种性能指标了。第一个，准确率 accuracy， 这个指标是普通人最常询问的指标了，它是指所有例子里面被判断正确的数量百分比。我们继续用刚才的例子来做说明啊。刚才例子里有癌症的图片，被正确判断的有2325张，没有癌症的图片也被正确判断的有6748张，所有被正确判断的图片一共是2325加上6748等于9073。另外我们知道测试一共用了10000个例子，那么准确率就是9073除以10000等于 90.73%， 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在
90.73%的情况下是正确的，而出错的概率是9.27%，这个质量算是差强人意吧。可见准确率的公式如下：准确率等于判断正确的数量除以总的样本数量。准确率这个指标非常直观，可以立即反映出一个模型整体的性能水平，所以也是被普通人经常提及的一个指标。然而这个指标的问题是它过于笼统了，无法给出更多的细节或者说侧重点。还是这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病人小贾去检查身体，医生让他做了一个 CT， 然后我们的神经网络看了小贾的 CT 结果，从 CT 图像上判断小贾得了癌症。小贾拿到诊断结果，倒吸一口凉气啊！小贾吓出一身冷汗，第一反应扫过脑海就是这个诊断到底准不准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模型的准确率是 90.27%， 似乎就不太能说明问题，因为小贾想知道的是，我现在拿到了这张有癌症的诊断书以后，有多大的概率是误诊呢？是不是听上去和准确率有点不太一样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指标就出场了，就是精确率 precision， 在医学上也叫做特异性 specificity， 特异性越高就说明一旦被确认阳性，那基本上肯定就是阳性了。同时一般情况下普通人是不会被检测出呈阳性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只要检测出来是，那基本上就是了。精确率也就是特异性的公式也很简单，它等于真阳性除以真阳性加上假阳性。还用我们之前的例子，真阳性就是确实是癌症且被神经网络判定为阳性的数量，这里等于2325。假阳性就是本来是正常人，但是被神经网络判定为癌症的数量。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就是925，按照公式计算一下，就是2325除以2325加上925等于 71.45%。 什么意思？就是说小贾虽然拿到了诊断是癌症，但是依然有接近30%的可能性是误诊，也就是说每10个被检测出有癌症的病人就有3个是误诊。对比之前 90.73% 的准确率，是不是一下子显得这个神经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根本就不能投入到实际使用中去呢？30%的误诊率，这是会造成多少家庭的人间惨剧啊！另一个指标被称之为召回率 recall， 在医学上也称之为敏感性 sensitivity。 这个指标的意思是，一旦你得了这个病，检测以后有多大概率能被检查出来。召回率越高，也就是敏感性越高，说明只要得了这个病，那基本上都可以被检测出来。它的公式是召回率等于真阳性除以真阳性加上假阴性。我们再用之前的例子算一下，我们知道真阳性就是确实得了癌症且被神经网络判定为阳性的数量，这里等于2325。假阴性就是确实得了癌症但是被神经网络错误的判定为正常的数量，这里等于2。按照公式代入数字计算一下，就是2325除以2325加2等于 99.914%， 那是相当高了。那什么情况下召回率会很低呢？我们也来举一个例子，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地方全民做核酸检测，一共做了100万次，没有检测出一个病例，但是其实事实是当日这个地方已经有了7个病例了。化成混淆矩阵就是这样的，有999993例没有病的人被正确的检测出来确实是没有病的，也就是真阴性。有7例得病的，但是被检测出来都是没有病的，也就是假阴性。同时真阳性和假阳性都是0，这个凭直觉就知道是个超级无厘头的检测。正确率是多少呢？999993除以100万得到 99.9993%， 几乎快接近100%了。
那它的召回率是多少呢？真阳性等于0，假阴性等于7，代入公式0除以0加7等于0，是不是很可怕？也就是说，这个正确率接近100%的检测，其实它根本就检测不出来任何疾病。这可以算是一个正确率奇高，但是召回率却奇低的一个极端例子了。但是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发生过吗？看来这3个指标，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都各有各的好处，缺一不可啊。那有没有能同时拥有这3个指标所有好处的指标呢？勉强算有吧。那就是 F1 分数 F1 score， 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的抽象，因为这个指标已经没有直观的解释了，我们就直接来看公式吧。F1 分数等于2倍的精确率乘以召回率除以精确率加上召回率。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啊？先说说这个公式是啥意思啊？这个公式也就是 F1 分数能够同时衡量假阳性和假阴性对神经网络整体输出的影响。只有当假阳性和假阴性同时都很小的时候， F1 值才会接近于1。当假阳性和假阴性只要有一个很大的时候， F1 的值就会远离1而接近于0。让我们拿之前的2个例子分别计算一下。在癌症检测的这个例子里，精确率等于 0.7145， 召回率等于 0.9914， 代入 F1 分数公式得到 0.8332， 显然这是一个比精确率高但是比召回率低的数字。在核酸检测的例子里，真阳性等于0，精确率也就等于0，召回率也是0，最后计算 F1 分数也是0。再次感叹一下，这是一个多么极端的例子啊！一个正确率是 99.9993% 的检测，居然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接着来看一个指标 ROC 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中文全称叫做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为啥叫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因为最初呢，它是使用在信号检测之中的，这就解释了名字里面为什么会有接收者了。信号嘛，总归有发送者也有接收者，那么为什么还有操作特征呢？还让我们慢慢解释啊。先来看这个曲线的横坐标是什么？它是假阳性率，在癌症的诊断的例子里，就是正常人被诊断为癌症的数量除以正常人的样本量。我们再来看纵坐标，它是真阳性率，在癌症诊断的例子里，就是确实得了癌症的人且被诊断为癌症的数量除以总的得了癌症的人的数量。我们要注意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取值范围都是从0到1。这个时候聪明的观众朋友就可能发现问题，这个假阳性、真阳性在这个图上不是应该是一个点吗？怎么会变成一个曲线了呢？观众朋友们非常聪明啊，在我们之前的例子里确实是一个点，但是它也可以是一条曲线。回到我们之前癌症诊断的例子里，这个例子里真阳性率非常高，几乎所有的阳性都可以被检测出来，但是假阳性率也太高了，正常人去做检测有超过1成都会被认为得了癌症，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难以令医院满意和病人接受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判断的阀值，适当的降低真阳性率，同时也降低假阳性率。这时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就会出现一条伴随阀值变化而形成的曲线。当我们非常不负责任的闭着眼睛把所有来做检测的人都判定为癌症患者的时候，真阳性率就变成了100%，因为所有得了癌症的人都会被正确的检测出来。但是此时此刻，因为所有做检测的正常人也都会被判定为癌症，也就是全错，那么假阳性率也就是100%，
对应在这幅 ROC 图上就是最右上角的11那个点。同理，如果我们完全瞎分，把所有过来检测的人全都判定为正常人，那真阳性率就是0，假阳性率也是0，因为没有任何人会被检测成为癌症患者，无论他有没有病都不会被检测成为癌症患者。所以但凡你的神经网络还有那么一点点用，画出来的 ROC 曲线就应该是在00点和11点连起来的这条虚线的左上角。而一个神经网络性能越好，那么真阳性率就应该越接近于1，假阳性率就应该越接近于0，也就是这条 ROC 曲线越接近于左上角越好。为了评判什么样的曲线更好，数学家和通讯学家又发明了一个指标，叫做 AUC 值。这个名字非常的直观，英语就是 Area Under the Curve， 直白明了，就是这条 ROC 曲线下面的面积。可以看到，当得了癌症的案例都可以100%的被检出，也就是真阳性率等于1，而正常人做检测没有一个人会被诊断为癌症患者的时候，也就是假阳性等于0，那么这个神经网络就完美了。这个时候 ROC 曲线就是沿着00到01再到11这两条曲线，两条直线构成的，它的 AUC 值就等于1。最差的情况就是完全反过来，癌症患者全都被诊断为正常人，而正常人全都被诊断为癌症患者，也就是真阳性等于0，假阳性等于1。这时 ROC 曲线就是沿着00到10再到11的两条直线构成的，它的 AUC 值就等于0。假如我们信口雌黄，来一个患者随机的，我们随便的说他是得了癌症还是正常人，那么 ROC 曲线就是一条从00到11的一条直线，这个时候 AUC 的值就等于 0.5， 也就是随机的判别最后得到的 AUC 的值就是 0.5。 显然 AUC 的值越接近于1，说明这个神经网络的性能也就越好。好了，以上就是一些基本的评价分类神经网络的指标了。当然现实中神经网络的输出不可能是一个2分的结果，它们的输出结果往往是数以万计的，所以呢这些指标的计算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概念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计算的事情嘛，计算机它就会完成的。人类要做的事情就是理解这些指标的含义，然后判断这些神经网络的好坏，而且这些神经网络是不是能够完成最终的部署，是不是适合最终的部署。当然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神经网络的好坏是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的，比如神经网络的效率、对资源消耗的大小、网络的泛化能力、稳定性、鲁棒性、可解释性等等，都是需要在具体的应用中具体考量的。本级的指标只涉及分类任务的一个简单的性能指标，除了本级所列的这些基本的指标，对于无监督学习、聚类、生成式模型中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五花八门的其他的性能衡量指标。这些呢我们都会在之后的讲解中慢慢的和大家一起讨论，还请大家期待关注，不迷路啊。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